从这个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到涉疆的这个法案，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始终有一位投反对票的，来自于肯塔基州的马西。那么，其实2014年，美国政治杂志就把他称之为叫反对派先生。最近一段时间，人们比较熟悉他，或者说中国人开始熟悉他了。其实他在涉及到制裁俄罗斯、伊朗、朝鲜的时候，他都投了反对票。那么我们总是认为马西这个人他个人的立场比较坚持，不干涉其他国家。上一次我们听说马西投反对票主要的原因是不干涉，他把这个认定为是一个原则。那这次我们看到他投反对票，很多人把它解读为叫美国没有做好制裁中国的准备。其实这也从一个众议员的这个角度来反映了美国现在各个州代表的州利益的是有分歧的。这个分歧的背后肯定是经济，所有的政治表面上的政治背后都是经济。每一个议员，无论是众议员还是参议员，都会代表本州的利益，这很正常。那么人们看一看肯塔基州与中国到底有什么利益呢？肯塔基州常年跟中国贸易，是中美贸易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州。其实这个州在全美排不上筷子，无论从人口还是从经济发展，排名都在20-30位。而且它向中国出口的东西非常奇特，人们一般只想到波音，没想到有其他飞机。那么肯塔基州对中国的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航空工业，交通运输啊、生物科技啊、血液制品啊。当然了，它还有马，它的纯血马出口在美国是第一。其实肯塔基产煤，它是全美第4大产煤州。应该来说，肯塔基和中国的经贸往来还是比较突出的。对华出口2018年占它的出口比例9%，今年降到了6%。那么对华出口的比重，去年是第4位，那么今年又回落到第6位。而且肯塔基州最大的进口国就是中国，所以两者之间始终是有一些关联的，只是人们比较容易忽视它，认为只是一个政客代表他自己的意愿。其实他代表的更多的是选民的意志。我们知道中美之间为什么一直在牵扯着要达成一个协议，达成一个伟大的协议，现在降为达成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一会儿说不签了，一会儿说又要签。因为赶在12月15号又有一轮的加税，到底是如期征税还是达成一个和解？那这2天我看市场上大家都在猜测。其实作为曾经的产煤州，或者说以产煤为主要发展的这么一个州，它产煤期间它有很多
自己涉及到煤矿生产，无论是设备还是维护，它有很多自己的强项。而且其实肯塔基州已经在中国投资了一个公司，是专门生产产煤设备以及维护的。那么未来肯塔基州在能抓住的，除了航天、生物科技、农业、煤，极有可能也是一个增长点，因为它也跟中国卖酒，但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不会是特别大的一个增长点。而中国未来生产煤或者说煤炭生产中的设备，对肯塔基州来说是有相当的技术优势的。其实它还有烟草，中国是最后一个乐土。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好像国内又在叫了，说烟草可以加税，还要加税。我们甚至知道，第一轮集成电路发展基金这个国家基金里面，它就有烟草税的投入虽然占比不大据说只有1%，但是它的绝对数量相对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在中国戒烟的人很少，新增的烟民倒是不少，尤其是社会出现经济不景气了，社会动荡了，想戒烟的人也很难完全排斥抽烟的这个习惯。因为人在焦虑的时候总要找一个东西来排遣，最便宜的应该就是抽烟。那么今后美国各个州呢，其实都会表露出自己的意愿，尤其是利润本来就不大的这些州。我们一提到肯塔基州，很多人都把它理解为像中部的其他州一样，但肯塔基州很特别，它在历史上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们遗忘的。我们在中国知道的肯德基，它的总部就在肯塔基。我们年轻时候听说过的拳王阿里也是肯塔基州的。其实林肯和与他同时担任总统，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任联盟国总统的杰弗逊·戴维斯，这两个人都是肯塔基州的。那么肯塔基州在美国发展的过程中，它涉及到南北交界的这么一个州，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遗忘的。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它也非常积极，双边的贸易甚至双边投资设厂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规模。中国在肯塔基州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00亿美金。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政治现象不太容易分析出来，老是有人把国会是吧，总统、华尔街抬到桌面上来。其实实打实的，美国有很多州是不太愿意让中美之间完全走向决裂的。就如同马西说的一样，美国没有做好制裁中国的准备，他甚至认为国会仅仅是做做样的，表达一下我们应有的愤慨，其他什么都不会做。我们知道，作为议员代表本州的意志来说话代表选民的意志来说话，其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的政治语言中说国会什么也不会做，只是假模假样的，其实应该也不算现实。事实上我们看到了，不仅是美国表决了2个法案，对香港、对新疆，其实更多的国家都已经站出来了。现在网上一直在传播的一些名单是吧，针对香港各个国家开始制裁的这些人员的名单，
我看到里面好像还有涉及到中央政府的，涉及到主管港澳台的韩正的。那么政治层面上不可能仅仅立一个法案，不采取任何措施，即便川普急于达成一个协议，国会不会完全如他愿的。国会要是真听他的，就不会弹劾他了，对吧？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其实因为经济利益受损，许多人包括政治家都不愿意站出来明确的与中国现在当权的这个独裁政府去决裂。到目前为止，这个可能性真的不大，因为它要有一个过程，就如同二战期间真正唤醒美国参加战争的，或者说被迫被卷入战争的，其实是珍珠港。今天我们看到的也是一样，无论是国会还是川普，不管有再多的人去拿出什么议案来指出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包括对人权的遏制，对民主的侵害，当然主要是在全世界张牙舞爪的想推行一套自己的东西，那么破坏了整个世界现行的国际规则，或者说政治经贸往来中的游戏规则，想单独树立一套自己的东西，即便闯不出一条自己的路，他最起码也会向外输出一些他曾经引以为荣的这些方式，譬如说行贿，是吧？他要打乱大多数国家已经成型的政治制度，通过走捷径、挖墙脚，通过贿赂，通过这些方法来让国际社会更容易接受他的声音，包括他的渗透。他总是希望有一天，希望能够如臂使指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能掀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利用哪怕是舆论上的宣传来给中国现行政策加分，来维护这个集权的体制，让它在畸形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默许，甚至被迫在经济上与它无法切割。但我们也知道，这一切的希望很渺茫，切割其实已经存在了，不是说哪一个众议员、参议员表个态就能阻止这个潮流。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整个世界大的趋势已经形成了。与中共的经济上的切割，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个很长，有可能是2年，也有可能更长。但是这个切割一旦开始，习胖对全国的管理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他根本就无法容忍哪怕是短暂的切割，开始的切割，只要切割已经开始，让人们都感觉到这种切割是一种大的潮流，不可逆了。他现在玩的所有的把戏都将玩不下去了。我们应该知道，真实的世界中，反对快速与中共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切割的这些声音始终是有的。马启投的这张票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让人们能够警醒，整个世界的运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许多人认为川普更多的是利用谈判的技巧，把商业技巧引入到国际政治谈判中，但其实他现在所做的步骤，包括他的节奏，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看开了这一点，就不要急于说有什么人在逆潮流而动。其实本质上，每一个政治家代表的都是他背后的利益，无论是我们长期宣传中获得的那种利益集团，
或者说来自于选民，很本能的捍卫本土的利益。作为一个来自于肯塔基州的众议员，他捍卫肯塔基州民众的利益无可厚非。谢谢大家，再见。